新加坡建国61周年，外界最容易注意到的是多国领导人的贺电和公开表态。对国家关系来说，这类信息不只是礼节安排，也反映各方对双边合作的重视程度。放在当前的国际环境里看，这种公开致意更像一种稳定预期的表达。东南亚处在供应链重组、投资分散和地缘竞争交织的位置上，能够持续提供制度稳定、航运连接、金融服务和政策连续性的经济体，会更容易获得政府与企业的长期合作意愿。领导人贺电属于外交礼仪的一部分，但在国际政治和经贸关系里，这类公开信息通常也对应合作排序和政策信号。当前企业在东南亚布局，最看重的已经不只是增长速度，还包括规则稳定、跨境协调效率和风险可控程度。新加坡长期获得较高关注，与这种国家信用的积累直接相关。它在外交上保持相对稳定的平衡，与美国、中国、欧洲、英国以及周边国家都维持合作渠道。这种做法降低了企业在区域布局中的不确定性。跨国公司进入东南亚时，往往需要一个在政治和制度上都更可预期的落点，用来放置区域管理、资金调度和法律安排。新加坡长期扮演的正是这个角色。制度因素同样关键，法治环境、合同执行、仲裁机制、监管透明度、税制可预期和政策连续性都会直接影响投资决策。基金、航运企业、科技公司和跨国制造商在选址时，通常会把这些因素排在宣传口号之前。新加坡在这方面的优势来自多年累积的制度稳定和执行效率，功能定位也很明确。新加坡吸引企业并不是依靠本地市场规模，而是依靠区域协调能力。很多公司把亚太或东南亚总部、资金池、贸易结算、法务团队和高端商务服务放在这里，原因在于这里可以同时完成融资、航运、税务、人才招聘和跨境管理。公开贺电在这种背景下，强化的是各方对新加坡现有角色的认可。马来西亚的情况不同，它在制造业、电子、电器、资源型产业、工业园区和更大规模的空间承接上具备明显竞争力。近年来也通过 NIP 2030推动高附加值制造升级，但国际资本对马来西亚的评估通常会同时观察项目落地效率、政策执行一致性、中央与地方协同以及改革的持续性。企业看重的不只是规划文本，也看执行速度、审批效率和配套能力。正因为如此，很多高附加值的管理、融资和区域协调功能仍集中在新加坡，而制造、装配和部分产业扩张环节更多落在马来西亚。贺电背后呈现的正是这种现实分工和外部评价。新加坡能够长期把外部信任转化为经济优势，关键在于它把产业、人才、政策和基础设施压缩进了一个高效率体系。按 IMF 近年的口径，新加坡人均 GDP 已经超过9万美元，马来西亚大约在1万多美元。这个差距反映的不是单一指标领先，而是经济结构层级已经明显不同。新加坡收入中占比更高的是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区域总部、专业服务、技术密集型制造和数字基础设施相关活动。马来西亚仍有相当部分增长来自制造、资源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扩张收益，两者都重要，但受成本、政治和全球周期影响的方式并不一样。产业选择是差距持续拉开的重要原因。新加坡并不追求覆盖所有行业，而是集中资源稳住高附加值和高门槛环节。半导体、精密制造、生物医药、金融服务、数据中心和绿色转型都是长期投入的方向。像经济发展局这类机构，作用也不只是招商，而是把土地、税务、科研合作、人才准入和供应链配套整合成一套可执行方案。
对跨国企业来说，吸引力来自系统协同，而不只是单项优惠。半导体是典型案例，新加坡没有最低成本，也没有最大土地规模，但它能提供稳定电力、成熟物流、知识产权保护、工程人才和金融支持。对于晶圆制造、设备服务和高端配套企业来说，关键不在便宜，而在连续性和可控性。马来西亚在电子、电器、封测、工业承接方面同样有优势，槟城长期是区域重要节点，近年来也持续吸引科技投资。但从现阶段看，产业升级需要教育质量、行政效率、研发能力、人才供给和地方执行力同步提升，单靠园区扩张并不足以完成结构跃升。人才流动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差距。全球人才竞争力相关排名中，新加坡长期处于前列，吸引的是工程师、科研人员、金融专业人才、管理层和创业者。这些人带来的不只是劳动力数量，更是创新密度、税基质量和总部经济含量。对马来西亚来说，高技能人才外流会增加升级压力，本地产业需要更强的人才支持，同时又面临区域内更高薪资和更成熟平台的吸引。对新加坡来说，人才流入也伴随租金、生活成本和就业竞争压力，但从国家层面看，这种输入仍是维持产业密度和国际功能的重要条件。长期来看，新加坡的优势在于人才、企业和资本形成了持续循环，马来西亚要追赶的则是一整套系统效率。从现阶段的区域产业布局看，马新关系更接近竞合结构，而不是单项替代。两国的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差异很大。新加坡更强的是连接能力、金融服务、总部经济、法律体系、航运管理和国际协调能力。马来西亚拥有更大的土地空间、制造承接能力、资源条件、更充足的劳动力池和更广的内需腹地。在当前供应链调整中，这两类优势高度互补，很多跨国企业已经形成稳定布局，区域总部、资金池、法务、税务、战略管理和高层协调放在新加坡，生产、装配、仓储、部分工程和后勤能力放在马来西亚。这种安排与成本、制度和空间三方面因素直接相关。企业在中国之外增加东南亚产能配置时，通常不会把所有功能放在单一地点，而是分散到不同经济体。管理和资金安排放在制度更成熟的金融中心，制造和扩产环节放在成本更低、空间更大的地区。马新组合正好契合这种逻辑。对马来西亚而言，关键在于把承接制造的优势继续升级为研发、工程服务和更高附加值的产业能力。对新加坡而言，关键在于继续维持制度效率和国际连接，同时更有效地整合周边腹地，缓解高成本压力。长期来看，两国关系的重点不在谁取代谁，而在谁能在区域分工中持续提升自己的功能层级。回到开头，新加坡建国61周年期间收到多国领导人贺电，这件事的意义不只停留在庆典氛围，它反映的是新加坡在当前区域经济和国际合作网络中仍然被视为制度稳定、连接能力强、适合承载金融与总部功能的重要经济体。放到马来西亚的比较中看，差异也不该被简化成输赢。两个经济体承担的功能本来就不同，新加坡集中于金融、航运、法律、科技服务和区域管理，马来西亚更多承接制造、资源、土地密集型产业和产业扩张需求。未来更值得关注的是双方如何在东盟供应链调整、柔新经济特区推进、人才流动和产业升级中重新分配功能。你最认同或最不同意哪一点？欢迎放在评论区。你觉得马新未来最大的变量是人才流动、产业升级、柔新经济特区，还是大国竞争下的外交空间？如果你想继续看以新加坡为窗口的地缘政治，
东盟竞合和全球经济变化。下一期我们继续把新闻里的结构性变化拆开来看。